靠超薄这个噱头无限放大，靠稀缺制造饥饿感，靠文案营造科技的幻觉，但是数据不会陪他演，测试更不会替他遮羞。各位大家好啊，有些产品还没上市就成了神话，据说他用了什么金沙江硅碳电芯，比传统电池密度高多少，又说什么6毫米极致轻薄，磁吸快充，科技味拉满。可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其实不是技术，而是那句熟悉的抢不到。4次开售，官网秒光，京东排队，黄牛加价，我手上这一台硬是多掏了66块钱才买到。可问题来了，这玩意儿真的值我们溢价去买吗？今天咱们不听宣传，不看文案，直接上测试，看它的有线无线功率输出到底能不能跑满，发热、文波、效率，咱们一条一条实测。因为饥饿营销能制造话题，但性能只能靠测试来了解。老规矩，我们先来看它的外观。小米金沙江充电宝，磁吸超薄5000毫安，15瓦。小米 logo， 产品的实拍图片，5000毫安的标识，背面是它的规格信息。非常简单的包装，也是用的全纸质的环保。产品的快速入门指南，纸质的卡座，纸质的保护膜。充电宝本体，第一感觉拿到手上确实是非常的薄。产品的厚度确实是6毫米，充电宝的高度为98毫米，宽度为71毫米，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121克，单充电宝重量98.9克。我们来看一下产品的规格信息。小米金沙江充电宝，磁吸超薄5000毫安15瓦。产品名称：移动电源。产品型号 MDY-20-1B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电池典型容量 18.95 瓦时5000毫安 3.79 伏，额定能量是 18.58 瓦时4900毫安 3.79 伏，额定容量3000毫安时5伏2安。Type-C 口输入最高 22.5 瓦，输出也是 22.5 瓦。C 口加无线输出功率 7.5 瓦加5瓦，无线输出最高功率15瓦。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3C 认证，请勿靠近火源，循环5年。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宝的协议的情况。我们先测试它的无线协议啊，有 BPP 的5瓦， EPP 15瓦， PPDE 10瓦，还有小米的10瓦，连最基本的 Apple 7.5 瓦都是没有的啊。我们后面实际测试的时候看一下就知道了。这是我测试出来的有线快充协议的情况，有高通 QC 2.0、3.0 的5伏9伏， PD 3.0 的22瓦，固定档位2个5伏3安、9伏 2.5安， DCP、SM、Apple 2.4 3个基础协议。在20瓦级别的充电宝里面，快充协议能支持的越多肯定是最好的。这个充电的兼容性我们后面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就是来验证一下米家这个超薄充电宝它的有线充电的兼容性的情况。首先是米家自己的设备，显示的是 PD 3.0 的22瓦，真实功率只有 14.6 瓦，连15瓦都不到。我们再来看华为家的设备，插上去它要反应一会儿，显示的是双闪充电标识，真实的功率只有12瓦不到。我们再来看三星的设备，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真实功率在15瓦左右，但是没有超过15瓦。这部手机为 vivo 家的 iQOO， 我们这些手机全部都是低电量的，显示的是正在充电，启动的是9伏，真实功率在17瓦左右，这个反而功率还要稍微高一点点。这个金沙江的协议没有 PBS， 没有融合快充，我们就用一加的手机来测试绿厂的设备，同样是低电量啊，只有12个电，跟刚才 vivo 的设备一样的啊，真实功率有17瓦多，反而是蓝绿厂的功率还偏高一点。米家自己的设备充电都只有15瓦左右。这么薄的充电宝，它的转换效率表现究竟会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进行测试。这个充电宝支持输入是9伏 2.5 安，我们用9伏3安的，用这个苹果的40瓦的充电器来给它充电。采集数据还是老规矩啊，智翔的仪表。
5次充放电的数据全部都出来了啊。先给大家讲一下它5次充放电的情况。5次放电，它的9伏2.5安的功率只能坚持几分钟，后面都是5伏的功率在放电。充电的时候，它的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在 40.7 摄氏度，放电的时候，它的表面温度最高是 37.7 摄氏度，因为它的9伏高功率只能坚持几分钟时间。按照我们5次充进去和放进去的数据，得到它的实际转换效率为 73.6%。充电宝的额定能量值是 18.58 瓦时，我们按照这一个能量值来进行换算，得到它的5次平均转换效率为 79%。咱们最后一次是5伏2安的功率在放电，放出容量是3075毫安时。充电宝本身的额定容量是3000毫安时，刚刚达标啊，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也就是说刚刚及格。这就是这个小米金沙江超跑磁吸充电宝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充电宝广告吹得再狠，营销做得再好，还不如我们真正的来烤机测试一下啊！它标的是15瓦，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15瓦究竟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对它做15瓦的功率拉载，30分钟的倒计时，而且上位机一直在记录这个放电的数据。这是第一次测试啊，4分钟不到，3分多钟时间，直接从15瓦把功率直接断掉了。大家看一下上位机实时截屏下来的数据，只运行了3分钟，大概10秒钟时间。这个时候用热像仪采集到它表面的温度为37度多，温度并不是很高，直接就把功率降了。这是第2次15瓦的烤机，咱们按照标准的 EPP 15瓦的电流降了 0.07 安，然后它多运行了3分钟时间。这一次是从25分钟左右开始倒计时的，运行了6分钟时间。这一次测到温度是 41.7 摄氏度，如果是按照 EPP 15瓦标准电流的话，它还是只有3分钟时间。第一次10瓦功率拉载啊，让我出乎意外的是，它也是只运行了3分钟啊。我怎么想着也该运行个10分钟左右吧，结果我出去做点其他的事情，回来一看，哦吼，断掉了。这是第2次的10瓦功率拉载，大家看我上位机的事实数据截屏吧。这一次只运行了2分多钟时间，温度的话只有35度左右。最后一个功率烤机就是5瓦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能坚持多长时间吧。大家看一下时间啊，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5瓦的功率啊，它都稳不住。大家看一下这个上位机所截出来的数据，大家看一下吧，这个不是我话说的啊。停止输出的时候，它机身的温度只有33度左右，实打实的5瓦的功率，只运行了10分钟时间。各位老铁们，你们觉得这个充电宝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它的有线输出能力啊，电我是又一次把它补满了。首先从米家自己的手机开始，这部手机的电量还有 12%，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这个红米 K70 充了 72%， 减去本身有的 12% 电量，只充了 70% 电进去。充电宝的电已经耗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46分钟的13瓦功率，20分钟的11瓦功率，1个小时06分钟把电全部耗完。这个手机充了 69% 的电量，宣传的有 22.5 瓦，实际的真实功率只有13瓦左右。这部苹果16 Plus 还有16个电，我们来采集它的有线充电数据，充到 76% 个电了，充电宝的电已经彻底的耗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22瓦的功率，坚持到8分半钟的时候，直接就降为15瓦的功率。这个时候我用热像仪采集了一下充电宝表面的温度，40度不到，它就把功率降了。后面基本上就是15瓦的功率啊，只有一个尖峰，它又涨了一下功率。这个根本就不是苹果的标准的充电曲线。充到36分钟的时候，电压从9伏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再充电了，这个时候的功率只有12瓦。整个充电时间52分钟，给这个手机补进去 60% 的电量。还有就是大家在无线充电的时候，千万不要接有线，如果接了有线的话，功率只有 7.5 瓦，无线和有线不能同时用。这就是这个小米金沙江充电宝实际的充电效果。我们现在做的测试就是来看一下这个金沙江磁吸充电宝在我们日常应用中实际充电的效果。测试之前，我们先来看它的自充曲线。充电阶段分为3个阶段啊，13瓦阶段、19瓦阶段、22瓦阶段。充到3格电的时候，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充电时间的话，大概是1小时4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它充满。这部苹果16 Plus 它的电池健康度是100%的，目前它的电量还有 10%， 我们倒计时30分钟，看它能给它补进去多少电。大家看一下时间啊，差不多已经30分钟了，只给这个手机补进去电量是13个电，这个充电效果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了，各位老铁们，你们自己来评判吧。
而且这个磁吸的吸力的话也很一般，稍微用点力的话，它就会从手机杯盖直接削掉啊！充了半个小时时间，这个充电的电量还有4个电，基本上没怎么动。它的无线输出能力的话只有5瓦，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各位兄弟们，啥也不说了啊！最后一项测试，文波测试，15瓦功率，文波最高 42.8 毫伏，平均文波22毫伏左右。这个文波有跳动啊！9伏 2.5 安，22瓦功率，文波最高 40.8 毫伏，平均文波30毫伏左右。始终有不规则的跳动，我们把时机调到10毫秒，再看看，这个就看得很清楚了啊，很有规律的一种波动。关于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后续拆解的时候再看看它内部的电路结构吧。各位兄弟们，经过咱们2-3天完整的测试下来，这个小米金沙江超薄磁吸充电宝的性能已经摆在台面上了。我把结论给大家说明白吧。它的外观确实薄，确实好看，确实有设计感，但充电宝不是时尚单品，它的第一任务是稳定的把手机电给充进去。咱们先说它的有线输出，连自家米系手机最高只有13瓦，连20瓦的门槛都没有摸到。给苹果手机充电，虽然瞬间能充到22瓦，但激情也就8分钟时间，后面温度起来了就低头认输。无线就更不用说了，磁吸不稳，吸力一般，功率起不来，发热顶不住，体验是非常的割裂啊。烤机测试更是直接崩盘，15瓦、10瓦全都撑不过3分钟，5瓦也只能撑10分钟。这不是快充，这是怕热自闭症。转换效率5次循环下来，平均 73.6%， 中规中矩。实际测试5伏2安放出容量3075毫安，额定标3000毫安，没有缩水，也没有多给你一点。文波数值也许是这个充电宝最欣慰的地方。关于波形跳动的问题，留到拆解篇我们看它的电路设计和滤波措施再说。所以我现在就给几句最真实的结论：这款产品不值299，连溢价它都不配。它本质就是一块5瓦无线慢充的小磁吸，靠超薄这个噱头无限放大，靠稀缺制造饥饿感，靠文案营造科技的幻觉，但是数据不会陪他演，测试更不会替他遮羞。它慢，它不热，但它也不稳，它贵的理直气壮，却明明白白的强悍不起来。我的购买建议非常明确，如果你只想要轻薄的外观，无线做样子，你买它可以，但如果你追求稳定、续航、持续输出、真实体验，那么千万就别入坑了，这个性能根本就不值299。做个明智的消费者，而不是脑残粉。饥饿营销再高明，在实测面前，它只能原形毕露。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了真相。认真测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斋，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